春秋的落幕不是乱世的终结，而是一场更宏大、更残酷、更彻底变革的开始。战国初期，最先崛起的是魏国。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，政治上废除世袭，选贤任能；经济上鼓励耕织，平抑粮价；法律上制定法经，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成文法典。他又重用吴起，改革军事，创建了威震天下的魏武卒。在这一基础上，魏武侯东征西讨，一时天下莫敢争锋。然而魏国地处中原4战之地，无险可守。继位的魏惠王又好大喜功，屡施贤才。吴起投奔楚国，商鞅西入秦国，孙膑逃往齐国。这些流失的英才，最终都成了魏国的掘墓人。魏国变法的成功，引发了各国的变法浪潮，以求富国强兵。楚悼王用吴起整顿贵族，削减冗员；韩昭侯用申不害推行术制，强化军权；齐威王用邹忌整顿吏治，齐国大治。而在所有变法中，最彻底、最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。公元前356年，秦孝公任用商鞅，以雷霆手段推行变法。经济上废井田，开阡陌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奖励耕织；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，奖励军功，建立20等爵制，推行县制，统一度量衡，编户齐民，连坐相纠。商鞅最终虽死于车裂，但他铸就的制度让秦国从边陲弱邦一跃成为虎狼之师。与制度革新相伴的是战场格局的迅速洗牌。魏国的衰落直接体现在与齐国的2场大战中。公元前354年，魏将庞涓围攻邯郸，赵国向齐求救，齐威王派田忌、孙膑率军救援。孙膑不负邯郸，直扑魏都大梁，破庞涓回师，于桂林设伏，大败魏军。这就是围魏救赵。公元前341年，魏国攻韩，韩国在向齐求救。孙膑故技重施，直取大梁，并以减遭诱敌之计，在马陵道全歼魏军主力，庞涓兵败自杀。马陵之战后，魏国霸业轰然倒塌，天下形成秦国与齐国东西对峙的新格局。合纵与连横由此成为政治舞台的主旋律。合纵是6国联合抗秦，连横是秦国拉拢分化，各个击破。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等纵横家凭3寸之舌穿梭于列国之间，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息，左右着天下棋局。在这场纵横捭阖的大国博弈中，秦国凭借制度优势逐渐占据上风。公元前316年，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灭巴蜀，将四川盆地纳入版图，获得稳固后方与粮仓。公元前293年，白起在伊阙之战大败韩魏联军，斩首24万，彻底凿开东晋门户。就在秦国稳步蚕食中原的同时，南方的楚国也在向东寻找出路。于公元前306年完成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张。曾经的春秋霸主越国，在内乱中被楚军彻底吞并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然而，楚国的这种扩张只是昙花一现。公元前278年，白起率军攻破楚都郢，焚烧楚王陵墓，楚国被迫迁都陈城，从此一蹶不振。与此同时，东方的齐国也因贪婪导致盛极而衰。齐闵王于前286年强行灭掉宋国，引起了诸侯的恐慌与愤怒。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，统帅燕、秦、韩、赵、魏5国联军大举进攻齐国，在短短半年内连下齐国70余城，齐国几近亡国。幸亏田丹以火牛阵奇袭复国，齐人得以重归故土，但齐国自此元气大伤，再无力与秦争锋。就在齐楚相继受挫之际，北方的赵国悄然崛起。公元前307年，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废弃宽袍大袖与车战旧制，改穿短衣窄袖，学习骑射，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强大骑兵。凭借这支劲旅，赵国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秦抗衡的军事强国。秦赵决战终于在公元前260年爆发，两国为争夺上党郡，在长平展开战国规模最大、最惨烈的一战。战争初期，赵国老将廉颇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，与秦军相持3年。秦国使用反间计，让赵王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廉颇。白起佯败诱敌，以骑兵断赵军后路，将45万赵军围困于长平山谷。40余日后，赵军粮尽援绝，赵括战死，40余万将卒被白起坑杀。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的转折点，赵国经此一役，元气大伤，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。长平之战后，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不可逆转，
但这一进程并未一帆风顺。战国四公子以个人之力撑起了六国最后的抵抗。他们以门客势力为根基，凭个人威望与谋略，多次挫败秦军东进锋芒。孟尝君曾率先组织合纵联军，一举攻破函谷关，开创了六国大规模联合抗秦的先例。长平惨败后，平原君死守邯郸孤城，奔走列国，促成楚魏同盟。春申君亲率楚军驰援，与魏军内外夹击，解邯郸之围，为赵国保留了复国根基。信陵君更是以切腹救赵的孤勇和河外之战的大捷，两度重创秦军主力，成为秦国东进路上最棘手的对手。四人以侠义精神维系六国脆弱的同盟，用过人智慧弥补国力的悬殊差距，共同构筑了大秦帝国横扫天下前最后一道坚实的战略屏障。然而，个人的才略终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。信陵君遭秦国反间，郁郁而终；春申君死于宫廷政变；赵国名将李牧连败秦军，却被赵王冤杀。六国的悲剧不仅是实力的差距，更是人心的涣散与制度的腐朽。公元前227年，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，图穷匕现，刺秦王于咸阳大殿，功亏一篑。这一次刺出了六国最后的悲歌，也刺响了帝国统一的号角。荆轲刺秦的失败，彻底激怒了秦国，也加速了六国的灭亡。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，秦国仅用10年，先后灭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。公元前221年，嬴政在咸阳称帝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。至此，战国时代宣告结束，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战国时代不仅是战火纷飞的乱世，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、文化最繁荣的黄金时代。这一时期，思学大兴，是阶层崛起，百家争鸣，群星璀璨。儒家孟子主张仁政，提出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；荀子主张礼法并用，提出治天命而用之，教出了李斯、韩非两位法家巨匠。道家庄子追求精神自由，主张逍遥游；墨家墨子主张兼爱、非攻、尚贤；法家韩非主张法、术、士相结合，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。这些思想流派相互辩论，相互影响，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。战国留下的不仅是金戈铁马的厮杀，更是一种凌厉的变革精神。那是商鞅急心无二虑，进攻不顾私的决绝，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旧立新的勇气，是田丹以一城复国的孤胆。这种不墨守成规，敢于打破一切桎梏的精神，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，成为我们民族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